在俄乌冲突进入第3年之际，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经过现代化改装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短途飞行，并盛赞此款飞机非常可靠。由于这款飞机能够远距离投送核武器，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普京此举是对西方的警告。 俄罗斯媒体称，此次飞行持续了约30分钟，轰炸机从喀山飞机制造厂的跑道起飞。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以保密为由，未透露飞行路线。在试乘结束后，普京对媒体表示，这次飞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图160M 是图160战略轰炸机的改进型，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变后掠翼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该机一次加油续航里程可达12000千米，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并可搭载多达40吨各型弹药。因是全白机身，其在俄罗斯的昵称是白天鹅。 2018年，俄罗斯军方与喀山戈尔布诺夫飞机厂签署合约，宣布全面升级图160轰炸机。根据厂商介绍，升级后图160M 比旧版本性能提高了60%。2022年12月，升级后的可携带核武器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成功首飞。 俄军方与戈尔布诺夫飞机厂签约后，该厂专门负责生产图系列飞机。目前有4架图160M 战略轰炸机正在接受俄国防部的验收。市内卫视注意到，在试乘飞机前一天，普京在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陪同下视察了戈尔布诺夫飞机场。俄媒画面显示，普京在视察工厂期间也登上了其中一架飞机的驾驶舱。视察时，普京还为其中一架飞机命名。 Давай, это была первая серийная передача с того года, пока без названия не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Мы же в Татарстане находимся. Назовем его Мертимир Шамиль. 市内卫视注意到，西方媒体对于普京此举普遍充满担忧。美联社在标题里直言不讳地批评普京是在秀肌肉。英国路透社也特别点出，图160M 是一款核轰炸机，并指出此举可能被西方视为对俄核能力的尖锐提醒。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非常喜欢亲自驾驶各种飞机，对图160战略轰炸机也颇为熟悉。2005年，普京就已经亲自驾驶过图160飞机，并留下了非常完整的视频画面。画面显示，普京乘坐并短暂驾驶一架图160战略轰炸机，从莫斯科近郊起飞，飞行数千公里到达克拉半岛，途中发射2枚巡航导弹，并完成了空中加油。2000年时，普京也曾乘坐并短暂驾驶过一架苏27飞机。 普京要通过这一次驾驶最新型的战略轰炸机来展示自己的强硬形象和巩固的地位。那么我们知道，今年3月份俄罗斯要进行最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另外一个就是普京要通过这次空中巡航来确保或者说来展示俄罗斯在核力量上的一个 强大的一个形象。在俄乌冲突即将进入第3年之际，俄美关系进一步激化。据路透社当地时间22号报道，美国副财长沃利·阿德耶莫当天表示，美国将于23号对500多个目标实施制裁，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周年之际，继续打击俄罗斯其推动者及其战争机器。阿德耶莫还提到，将与其他国家合作制裁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以及帮助俄罗斯获取所需商品的第三国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惩罚措施出台之际，俄军刚夺取乌克兰重要要塞城市阿夫杰伊夫卡。不过，美国国内却普遍认为制裁效果并不乐观。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彼得·哈雷尔表示，重启美国处于停滞状态的对乌军援，要比任何制裁都更重要。 白宫对俄政策受到国内外广泛批评。选举压力下，21号，拜登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场筹款活动上大爆粗口，将普京称作“疯子混蛋”，声称因为普京，他总得担心爆发核冲突。此番言论一出，让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美俄关系雪上加霜。普京次日仅以微笑回应称，这些言论恰恰说明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认为拜登比特朗普更适合担任未来的美国总统。 что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с люб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Н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для нас, для России, Байден боле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й президент. И судя по тому, что он сейчас говорил, сказал, я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ав.
在普京回应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国家杜马谢尔梅特都言辞强硬地做出回应，指责拜登是老年痴呆症犯了，或者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好莱坞牛仔，但没成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也向美国国务院发出强烈抗议。事实上，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侮辱普京，他经常将俄领导人描述为杀手、独裁者、屠夫或者战犯，并表示其无法继续掌权。普京则对此发表评论说，祝愿拜登身体健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互放狠话。两名外长虽然都出席了正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但并没有出现外界期待的美俄外长会谈的破冰画面，取而代之的是，拉夫罗夫隔空回应了布林肯在1周前的德国慕安会上备受争议的餐桌菜单论。当时布林肯声称，在国际体系中，你不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То есть вот ва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дход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к тем, кто с ним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Я вот только пожелал бы, чтобы с такими аппетитами наш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за своим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м столом не подавились. 近日，俄罗斯电视台表示，别在民主餐桌上噎住这句话，不仅是俄方最为生动的讽刺，也代表着 G20 大多数成员的态度。拉夫罗夫还在记者会上就美俄关系表示，俄罗斯不可能与美国恢复信任关系，并指出西方的傲慢立场和仇俄情绪造成了无法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局面。美俄隔空骂战不断升级，也让外界对于俄乌冲突未来走向充满担忧。美媒注意到，就算西方持续不断的拱火，当前俄乌战场的局势却开始向俄方倾斜。一方面，外界注意到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对俄寄出的制裁可能收效甚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警告，俄罗斯经济比预想的要更有弹性，制裁的漏洞也很大。反观乌克兰，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日前表示，乌克兰经济萎缩了30%，损失350万个工作岗位，约8400公里的公路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引发外界担忧，炮弹以及人力的严重短缺让乌克兰难以在战场上与俄罗斯打持久战。美国政治新闻网21号刊发长文表示，西方正在失去乌克兰。报道指出，从今年慕安会西方外交精英的表现可以看出，围绕俄乌问题，西方分歧难以弥合，一股焦虑情绪正在西方世界蔓延。时事评论员黄国志向真人卫视分析，无论战事如何发展，未来乌克兰将更加受制于西方，并且可能变为西方国家争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战场。即便是战事平息之后，乌克兰从表面上来说还有自己的政府，还有自己的总统以及各个部门，但事实上从实际的国民经济的命脉来说的话，都已经或者说大部分都掌握在西方的手中。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就很难将乌克兰再称之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喀山飞机制造厂乘坐最新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30分钟的飞行，随后宣布4架图160M 交付俄军。那您对此怎么看呢？首先是表明俄罗斯对图160M 寄予厚望。我们捋一下时间线，普京是21日到喀山飞机制造厂视察了在那里的4架全新的图160M。22日乘坐其中1架图160M 进行了30分钟的飞行。23日，也就是俄罗斯的祖国保卫者日，宣布4架图160M 加入俄军服役。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一款武器进行了3天的视察、体验飞行和宣布入役。这就是俄罗斯官方在向外表明，图160M 是俄罗斯的大国重器，将会大大增强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而从技术层面来讲呢，尽管图160M 的外形没啥变化，但从俄方公布的普京乘坐图160M 的视频可以看出，座舱航电系统全换了，实现了玻璃化。与此同时，图160M 的雷达系统、发动机、飞控系统、导航系统、武器系统、电子对抗系统等都进行了升级。再加上新材料的应用，使得图160M 在技术水平和性能上要明显高出现役的图160，核打击和常规打击能力更加强大。而且呢，这回喀山飞机制造厂一次性就向俄空天军交付了4架图160M，这个生产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俄乌冲突依然持续的背景之下，俄方高调曝光图160M 的最新动态，就是向外界传递明确的信号：谁要是招惹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完全有能力让谁好看。其次呢，是普京给自己拉票，俄罗斯马上就要进行新的总统大选了。
尽管普京胜选没什么疑问，但普京呢也希望自己能以无可撼动的优势赢得大选，这样对自己未来执政呢会有很大好处。普京乘坐图160M 飞行30分钟，既是几十年来一直对外塑造的硬汉形象的延续表现，也是在趁机向俄罗斯选民表明自己的身体很棒啊！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俄罗斯选民给普京投票的信心嘛。俄乌冲突爆发到现在已经整整2年了。根据目前的战场形势，您认为俄乌冲突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自去年冬季俄军开始在整条战线对乌军展开攻击，已经表明战场主动权转到了俄罗斯手中。而随着近日俄军先后拿下阿夫杰夫卡、波别达、克林基、谢维尔内，攻入拉斯托克凯恩、伊万尼夫斯克、新米哈伊利夫卡等定居点，在扎波罗热的罗伯基涅、维尔波韦不断向前推进的情况来看，俄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战场主动权。相比之下，乌军在战略层面的劣势越发明显，多个要点在短短数日就被俄军拿下，表明乌军不仅在武器装备、弹药和人员方面严重缺乏，而且乌军的士气也大幅下降了。这种俄军进攻、乌军防御的情况，如果未来持续数月依然不变，那么整个战场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拐点，即乌克兰再也无法夺回战略主动权。稍早前，乌克兰方面称，今年将是乌克兰极为艰难的一年，这话倒是一点没错。消耗战打到现在这种程度，完全的是拼家底了。西方尽管继续给乌克兰援助，但积极性明显不如前2年了。而乌克兰自己的家底呢，已经拼得差不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乌克兰想继续和俄罗斯进行消耗战，只会越来越力不从心。